爸，我追的你是个好兵。我爸被我老公气离家出走了。我爸出走，我老公也很委屈，他只是在努力的学东北话。今天下午拿铁在那吃零食，我爸就抢走了拿铁手里的零食，不让他吃。拿铁就跟他老嗷嗷喊，我爸就跟拿铁说：“你一天你叭叭，你跟谁俩呢？”我老公就问我：“这是什么语种？俚语啊，俚语啊。”我说：“这就是东北话。”他说：“哎，要不咋说你们东北话酷呢？就他的发音会让你很爽，叭叭，跟谁俩？就特别铿锵那种感觉。然后呢，从字面和语法的角度来解读，又猜不出来啥意思。”我说其实你说的对，就这句话其实从字面上它没有意义，它就是用于就很亲近的人之间。就比如我爸现在觉得拿铁的行为很好笑，那意思就是你可以停止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没有用。他就记住了。然后晚上呢，我邀请了很多朋友来我家吃饭，我爸就说那晚上咱要吃火锅，中午咱们垫不垫？我说行。我老公又问了什么叫垫不垫？我说就是吃的东西不能说有多好，但是能凑合充饥。他又记住。结果晚上我这一群朋友都来了，我爸就开始招呼客人，我去端水果，摆了2大排呀。然后呢，这7、8个人就围坐在桌边，都搁那喝啤酒，也没人吃水果。我爸就着急，原来这是吃水果，但我也不吃。你们家长应该也这样。我爸就怼我老公说：“你让那个小周吃葡萄。”我老公说：“小周，你能听着你说话？小周不就搁这坐着呢？再说他不吃就不吃。”我爸说：“那你是主人，你得招待。这葡萄，这有桃，那香蕉。”这时我老公脑袋一痒：“你别嘎巴了，跟谁俩？跟谁俩呢？”哎呀妈！当时那一桌人就不夸张的说，当时的氛围就是空气都脆了。但是晚饭还要继续嘛。吃火锅的时候，我爸先涮了一盘肉，往出夹的时候，啪掉腿上。我老公嘴那个快，看着他老丈人腿上掉的肉，说：“下一波肉还没涮呢，那你先垫吧垫吧吧。”我爸说：“你咋不垫吧呢？”我老公说：“那肉掉你腿上了，我直接上你腿上垫吧去，怪不好意思的，怪不好意思的。”我以为他也就是活学活用这俩词儿也就完事儿了，没想到啊，那大雷搁后边。那火锅的肉呢，我们点的是外卖，然后这送来的牛肉呢，看着挺多，一整盒，实际上顶上就3片牛肉，底下全大白菜。我爸就说：“你看你非得点外卖，非得点外卖，那老贵，这几片牛肉啊！现在的外卖老板那都不是好饼。”我老公说：“主食咱点的是宽粉，哪有饼？”我爸说：“好饼，好饼就是好人，人就是饼，饼就是人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大伙儿都已经开始喝多了，我就跟我老公说：“我说你刚才呀，跟你老丈人俩说什么别叭叭了，跟谁俩呢？还让人垫吧垫吧，这些都非常不礼貌。你赶紧趁大伙儿都有点喝了，你去跟人道个歉吧。”我老公说：“啊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想想这个酒怎么提。”过了1分钟吧，我老公还学的敲敲桌子，来，我提一杯酒啊。爸爸，我觉得你特别的宽容，特别的友善。我觉得你是个好病，是个好病。我觉得你全家人都是好病，爷爷奶奶是2个老好病，你的女儿彩玲也是好病。其实我也是个好病，我只是一个中文不太好的好病。I'm so sorry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爸长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你说你是咋活的呢？”我老公很困惑，我好像是那个跟成人大哥合照那个视频火的。有没有脸皮薄社恐的朋友？我把我的婆婆借你，让你每天射死好几回，肯定能治好。我婆婆快走了，临走跟我说要去雍和宫，她在加拿大就做攻略了，听说这里的开光能给人带来好运，于是我们就去了。到了开光的地方，流程是这样的：开光本身不要钱，但是应该先请一个手串，手串挺贵，你拿着请来的手串再去开光。温蒂坚决不买手串，直勾的就去开光，裸开。我说我给他买，他也不买。到了里边排了老长时间的队呀，前边所有人都开的手串，到他这儿了，人家说拿起你手上的东西。温蒂一看自己手上只有男婴1枚，二话没说。将孙子高举起来，把张拿铁当场开了，当场开了。我说温蒂，你给我整老尴尬了。他说开光是免费的，对不对？人家说拿起你手上的东西，没人说一定买串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把拿铁当成串，有问题吗？我说那他确实倒也是个串，倒也是个串。然后我们前2天在阳朔坐船，码头买票的时候，温蒂就问我咋收费，我说成人全票1.2米到1.5米，儿童票半价。结果上船的时候，检票那儿有个身高线，我都过去了，温蒂咔嚓把我薅回来，大声喧哗：“张彩玲，你应该买半价票，你只有1.48米。”所有人都看我呀，我说温蒂你别吵吵了，我就愿意多花那60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温蒂说：“哎呀妈，你钱是大风刮来的啊，是不是当2天网红飘了？飘了！不光坐船，回民宿还被举报了。我们民宿有免费泳池，温蒂1天游6遍，这倒也没毛病。但是我们这民宿呢有4栋小楼，每个楼
楼都有自己的院儿，每个院儿都有自己泳池。然后那天下午，民宿老板就给我打电话说，接到群众举报，有一外国女子擅闯人家4号院人自己家包院的游泳池游泳去了。人4号院住的这个山东大家庭，面对这个外来生物也很懵啊。老板就问我说：“你们2号院是不是有仨外国女的？你知道是哪个不？”我说：“听这个作案方式，我知道是哪个。”我去给他逮回来。我去给他逮回来的时候，就跟小时候我妈批评我一样啊，就自己家游泳池上别人家游什么游，就看人家的好。我婆婆说：“4号院泳池下午旁边放水果。”我说：“温迪啊，一会儿还得去爬山呢，你这么白，特别容易晒出晒斑，赶紧涂一点我的修丽可防晒小银伞吧。它跟别的防晒可不一样，高倍防晒还能美白淡斑，肤感特别好，像这样伪素颜出门多方便。”然后昨天我们去火锅店吃饭，他看人家别人过生日贼热闹，他也很心动啊，偷摸问我这么办 party 得多少钱？我说只要你过生日就不要钱。温迪问我那他咋知道我啥时候过生日？查护照啊？我说不查，谁骗这事儿啊？结果我这一没注意接了个电话，就是这一幕。还拿了人家3个玩具，人家火锅店小姐姐都看过我视频，说温迪你是4月份生日。温迪说啊，我今年过阴历。我说温迪你咋还知道阴历呢？温迪说我才明白，阴历在英语中叫 Chinese calendar， 就是中国历的意思。他以为他的中国历生日是自己随便选的呢，幸亏他要走了。他如果不走，为了占便宜，他得天天过阴历。他这个月月末就得阴历96岁，回去再见他61岁的老伴儿，那都得阴阳两隔的，阴阳两隔的。走了，还抱着这个豌豆苗的根儿给人打包了，说回家还能长，再过阴历的时候啊，抱过来再涮。我以为今天的主题曲是生日快乐歌呢，没想到其实是把根留住，把根留住。前天大胖媳妇儿自己攒钱掏钱给俺家买了台车，从上个月开始，她就天天跟我磨叽要给自己买台车，每天睁开眼睛就刷测评，追求的风格是低调但是吸睛，谁也不敢惹。但其实我完全就没当回事儿，我知道她存款多少，连个报废的捷达都买不起。结果前天我刚下班，我同事跟我说姐夫给我们都打电话了，说让你准备好，他提车了，今天要接你下班，然后要带你去兜兜风。然后姐夫真的来了。来这吗？差点给我推沟里，然后在路上他们的姐夫给我讲了，这是他偶遇的一个老头卖他的，跟我说那个老头特别好，他卖别人2000他都不卖，就看我这个老外识货，觉得跟我有缘，卖我800，以后我就开这车，咱家正好有停车位都没用上。我说咱家停车位旁边停的车是迈巴赫，你停迈巴赫旁边啊？他说多般配啊，他是迈巴赫，我是卖800，卖800。我刚开始还有点生气，后来我想随便吧，他快乐就行。结果好景不长，晴天霹雳，昨天他想开他的豪车去买菜，被保安给拦住了，警告他说他开的这个车现在是过渡期，让他注意，他这个车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，也就是说他买了台车还剩21天可以开。我一听，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生气，你说买个车就剩21天砸手里了。没想到他的第一反应是那就让我们好好利用这仅有的21天吧，让这个车被废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死得其所，为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然后就开始天天开，每天北门接早达，南门接张大铁，还帮物业送过2趟电闸钥匙，一天给他乐坏了。但这个车一开快他漏风，他还舍不得买个新羽绒服，穿那个旧的冻得不行。我说你去抖音商城双12好物节呀，现在活动便宜不少，我给你买这件才不到600，点商城或评论区棉袄棉靴这些冬日超值好物都每满150减20，特划算。为了完美利用这21天，他去接张大铁放学都得先在幼儿园门口过3遍。爸爸去哪里了？安大姐，爸爸去哪里了？主打一个三过校门而不接，子欲上而亲不待，亲不待，一天天的开的老开心了。我看着他开心，我是尊重，但有时候我确实也憋不住，不得不实话实说。他开车让我在道边看他，问我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车像一个行走的大头贴？你在外面看就能感受到里面的人有点快乐。我说句实话啊，你吧把车装太满了。我们从外面看呢，感觉这车像行走的另一种照片。从这个车旁边过，你说能感受到里边的人有点快乐呢，不是很恰切。更准确的说，能感受到里边的人有点安详，安详。